上一次呢，我讲过自己在香港丢失过通行证的经历啊。那么有网友的话，在我视频下面留言，他说呢，他在口岸才发现不见了这个通行证，然后和口岸工作人员讲了啊，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小屋子里面啊。然后呢，他说就是问他内地身份证，问他什么时候进香港，然后查到他有记录啊，就给他回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可以作为一个常规方法啊，因为我查来查去，按照各种规定的话都没有这种解释啊。然后呢，他下面说就是也许他们压根没去口岸试过啊。这个说实话我是没有在口岸试过，因为警察告诉我的就这些程序，然后网上查到的也是这些程序啊，所以说没有去过口岸试过，我确确实实没有去试过啊。但是如果说真的丢失的话，你去口岸试，我觉得这个适不适用所有人的话，我也不确定啊。所以说我把这个放在前面啊，大家如果说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那不行的话，就只能按常规方法啊。当然，这个是他的个人的经历啊，我不做真假的判断，所以说大家自己去判断啊。首先的话，我在这边香港中旅证件服务有限公司啊，也就称为港中旅啊，简称。他这边就明确写出是内地居民所持来港澳通行证在香港遗失失效啊，申领这个出入境通行证的须知啊。这边的话，他就受理一次入境有效的通行证业务啊。然后他这边的话会有这个下拉框，然后你可以选择受理材料、办证时限、收费标准等这些东西啊，都很详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文档呢在这里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其实跟我说的没有错误。首先的话，你还得报警啊，报警之后，然后给你开个条子，条子的话可能说是你要先去这个港中旅去办理，办理之后呢，然后再去湾仔啊，然后注意事项啊。那比如说他这边有说明啊，就是其他我就不说了啊，你自己看。注意事项：申请人在领取这个证件灵通证之后啊，需在办公时间亲自前往香港入境事务处办理离境手续后，方可离开香港。所以说呢，你还得这个先报警，再办证，再办理离境手续啊，然后再过关回家。价格的话啊是300、450啊都有。然后呢，你还得拍照片啊，这个的话，那个地方我记得是有个专门自助的地方是可以拍照片的，价格的话反正就几十块钱吧。那么受理材料的话是这边啊，就是填表啊，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的话是未成年人，第三个是拍照，第四个的话你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那如果说没有原件的话，就提交这个原件的复印件啊。那如果户口本的话，应该不会带在身上吧啊，最好。所以说身份证的话，在微信里面保存一个收藏啊。第五个就是要报失证明，就是在报警之后啊。那第六条的话，是因为损毁或失效的话，这个的话还比较好证明啊。第七个啊，就是复印件。那么再说说在澳门，如果说丢失证件的话怎么办呢？按原则上的话，其实原本的话也是差不多的模式啊，就是先报警，在澳门有个也是叫澳中旅的地方啊，申请一次性出入境通行证，再返回内地啊。然后呢，也叫差不多的模式吧。但是呢，澳门现在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查到了这个有紧急返回手续，就说呢，他这边的话就是说呢，你既可以按照现行机制到什么地方去报失，也可以直接到澳门关闸出境大厅罚款房办理紧急返回手续啊，那肯定要交罚款估计啊。然后所以说在澳门丢失证件的话，你有这个紧急返回程序啊，但是我怎么查我都没有查到这个内地和香港之间有这种紧急返回手续，我没查到啊，真的没查到。而且呢，这边人民网澳门的啊，它这边有说明是2016年8月19日就开始了啊，就有这个紧急返回，就是你是内地的话，就紧急返回内地。如果澳门人在内地丢失了证件的话，他也可以享受同等的啊，就是对等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有很多海外的朋友，或者说前往香港转机啊，或者说海外回香港再转机回内地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用护照进入香港的话，护照丢失了或者护照失效了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的话，现在是外交部有驻港公署啊，然后外交部驻港公署的话，
是在2022年1月启用这个中国领事 APP 护照啊，这个在线办理功能。那么它这边有个说明，就是如果说你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公民的话啊，这个比较方便你啊。那临时的话，可能就是你丢失护照的话，那比较麻烦嘛，对不对？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你临时访港的中国公民因旅行证件遗失、被盗、损毁、过期等原因啊，无有效证件返回内地的，也是一样，可以申请一次性入出境有效旅行证啊。要注意的是，这里是旅行证啊，它不是灵通证，所以说你跟港澳通行证丢失的情况，它给你的证件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个叫同进同出原则啊，如果说你用护照进了香港，那你就要护照出去，理论上都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肯定有人跟我说，哎，我有特殊情况，那你这个特殊情况不适用于所有人啊。那如果说港澳证进了香港，那你要港澳证出去啊。所以说呢，这种两种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就按两种方式走。那么旅行证的话，说实话是可以代替护照回国内啊，它有这种护照的部分功能。然后呢，怎么去弄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中国领事 APP 啊，你下载 APP 之后，你就按里面的提交模块，你自己提交就可以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想再声明一下，就是我视频最开始说的那位网友说的这个去口岸直接找工作人员问啊，我不保证这个方法是否一定有效啊。也许人家工作人员啊，出于这个便利化或者人道主义，或者说怎么样子，其实有很多特殊案例不适用于所有人啊。你就想，有些人是深圳户口的啊，他深圳户口的话可以每个礼拜去一趟去一趟香港。那所以说呢，我觉得每一个人情况不太一样，是不是啊？那还有的人就是理论上的话，他是团队签注啊，有些的话是个人签注。这个东西我不敢保证啊，所以说呢，你要愿意尝试，可以去问一下。那大多数人，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报警，然后在港中旅去办证。